这儿喝都睡着了，你和孩子别等他了。随便查，我问心无愧。陈倩最近状态不好，我陪她喝2杯，喝多了才在那儿将就一宿。王小飞，你再这样疑神疑鬼，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没法过，那就不过了。你说什么？你执意喜欢在女兄弟家留宿，我成全你。宋文渊，我们离婚吧。浩浩乖，在学校要听老师话。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这个家。刚才在路上我还想，只要你好好沟通，我一定会原谅你的胡闹。老婆，这辈子我真没娶错人。对了，儿子呢？你没娶错人，是我嫁错了人。儿子累了，在房间休息。吃完这顿饭，把字签了。从今往后，我们一别两宽，各自安好。王小飞，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我跟你解释过无数次，最近公司大裁员，我头上的项目压力大的快把我压垮了。我只是找陈倩喝酒散散心，喝多了留宿纯属意外。我们之间清清白白，没有任何越界行为。我如果真的对她有意思，当初何必费尽心思娶你？在你眼里，我就是这种不顾家的人吗？费尽心思娶我，宋文渊，别把自己说的那么深情。陈倩当年一心要嫁入豪门，看不上你。若不是她现在婚姻破裂，她根本不会回头纠缠你。是她落魄了，才轮得到你这个备胎。王小飞，你可以误会我，但你没资格诋毁陈倩。我们20多年的友情，如果真有事早有了，何必等到今天？我们干干净净，不信我无话可说。我说了，没必要多说了。我自愿净山出户，这房、这车，还有你名下所有的存款财产，我一概不要。我唯一的条件是儿子的抚养权归我。你想带走我儿子？没门儿！王小飞，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天天满脸怨气，跟个怨妇一样。这家里死气沉沉的，相处起来让人压抑的喘不过气。跟我离婚，你拿什么养孩子？这饭我不吃了，看着你就反胃。为一个边界感全无、漠视家庭的男人流泪，王小薇，你不值。整整2天，宋文渊彻夜未归，我没追问，也没主动联系。嫂子，好久不见啊！你怎么会有我家钥匙？文渊给我的呀。他说这2天不想回来，看着某些人的脸色就心烦，让我过来帮他拿几套换洗衣物，顺便接浩浩出去吃西餐。浩浩，爸爸在外面餐厅等着呢，想不想爸爸？文渊在我那儿住的挺习惯的，他说还是我懂他的喜好。来，浩浩，跟阿姨走，阿姨带你去吃好吃的。我不去，我不喜欢阿姨。浩浩，阿姨给你买了好吃的，跟阿姨走吧，阿姨带你去爸爸那儿。我不吃，你走开。王小飞，孩子才多大你就教他敌视我？你天天在他耳边说我坏话吧？你看看你把他教成什么样了？你这种满心怨气的女人配当妈妈吗？孩子天生会分辨善恶，若是你言行端正，他不会无端反感你。陈倩，这里是我家，不欢迎不三不四的人，请你离开。你家？王小飞，你太天真了，用不了多久，这个家，这个男人，甚至你现在的头衔都不会是你的。这2天，文渊一直住在我那里，他可是一次都没提起过你。所以呢？所以他的心早就不在你身上了。你们这名存实亡的婚姻早就该到头了。我不妨直白告诉你，我和文渊20多年的感情早就超越了普通朋友关系。只要我想要，你随时都会被我替代。
既然你这么笃定，那就看看谁能笑到最后。文渊是我青梅竹马，20多年前我们就形影不离了，你算什么？说完了吗？你上段婚姻失败，在豪门遭遇背叛，过得不如意，所以你处心积虑地介入我的家庭，想通过这种报复式掠夺来找回你那点可怜的尊严。你不是爱宋文渊，你只是见不得别人幸福。可惜宋文渊被你那点眼泪蒙蔽了双眼，看不清你那点阴暗自私的烂心思。黄小飞，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你凭什么调查我？你个疯女人！王小飞，你在干什么？文渊，你终于回来了！我真的只是想来帮你拿2件衣服，我没想吵架的。可嫂子一直抓着我不放，她骂我，针对我，还教导浩浩说我是坏人，让孩子讨厌我。倩倩，告诉我，是不是受委屈了？王小飞，你是不是又在无理取闹欺负她了？她一个女孩子特意跑过来帮我拿衣服，你至于这么容不下的？是，我在欺负她，我在制止一个登堂入室企图掠夺我家庭的人进行越界挑衅。越界挑衅，你简直不可理喻！王小飞，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眼神阴冷，满口胡言，简直像个蛮不讲理的疯婆子！废话少说，立刻跟倩倩道歉。算了，文渊，别为我吵架了。我习惯了，我这种离过婚的人，没人疼也没人在乎，受点委屈也是正常的。别因为我毁了你们的家庭。倩倩，你听好，以前你受的那些苦我管不着，但以后有我在，我就是你的靠山。在这间屋子里，没人能再欺负你，亲儿子不行，老婆也不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立刻马上给倩倩跪下道歉。道歉？宋文渊，你睁大眼看看他那副恶心的嘴脸。王小飞，是你逼我的！你既然这么冥顽不灵，那就别怪我不念夫妻情分。倩倩，不用顾念什么狗屁情面，他怎么羞辱你的，你今天就怎么还回来，尽管教训他，出任何事我担着。文渊，这不太好吧？嫂子毕竟是……我说让你打。这一巴掌打碎了5年的恩情，宋文渊、陈倩，我们两清了。现在你满意了？记住你今天做的事，王小飞，以后不准你再动陈倩一根头发，不准再欺负她，否则我对你绝不客气。5年了，我以为包容能换来尊重，懂事能换来真心，可到头来5年的付出，只换到这一记耳光。王小飞，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那个意气风发的策划主管，什么时候变成了这副鬼样？这一刻起，我不再是那个忍气吞声的宋太太，我是浩浩的妈妈。我要为我的孩子战斗到底。姑娘，这是被家暴了吧？你可不能忍啊！这种人打了1次就有第2次，一定要报警，留下证据。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有男人打老婆的？拿着。要是回去觉得头晕、恶心，一定要立刻回来复查，怕有轻微脑震荡。离幼儿园最近的，我现在就要租。妈妈，别走，别丢下浩浩。浩浩，对不起，妈妈没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但妈妈向你保证，从今以后，
妈妈再也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谁都无法抢走你。妈妈会守护你一辈子。浩浩，起床了，跟妈妈去我们的新家。青春为了过往，梦想碎于现实。王小飞，别回头，这里早已只剩荒芜与隔阂。浩浩，我们走。王小飞，你闹够了没有？放着好好的大房子不住，非要带着孩子来这种简陋的地方受罪。浩浩才5岁，你就让他跟着你在这种狭小环境里受委屈？赶紧把行李收拾了，跟我回家。看在儿子的份上，我可以大度包容，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你依旧可以安稳生活，别再挑战我的耐心。跟你回去，回到那个早已变质的家吗？宋文渊，我不会跟你回去的。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离婚。好，王小飞，这是你自找的。既然你执意如此，不肯退让，非要走到这一步，那咱们就按照我的规矩来。你空手离开，房子、车子、家里所有积蓄都归我，都是我辛苦打拼所得。你常年居家持家，没有资格分割任何财产。浩浩的抚养权也归我。你不但要彻底离开这里，每个月还得支付3000元抚养费用，直到他年满18周岁。如果你同意，现在就签字。王小飞，离开宋家，你难以独自立足生活，别怪我没提醒你，这已经是我最后的包容与退让。每月仅有2小时相处时间，宋文渊，你执意要掐断我们仅剩的母子情分，我不同意。财产我可以全部放弃，房子、车子，我1分钱都不要。但是浩浩的抚养权必须归我。宋文渊，浩浩从出生到现在，哪一天不是我在照顾？他生病发烧你在哪儿？他牙牙学语你在哪儿？他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你离不开他，王小飞，我已经咨询过全市最好的离婚律师了。你常年在家当全职主妇，没工作、没存款、没收入。你现在住着简陋的地方，连自己都养不活，你拿什么养浩浩？让他跟你一起吃苦受罪吗？你想打官司？好啊，我随时奉陪。只不过，你有钱请专业法务吗？你连基础的维权开支都难以承担吧？没有资金支撑，你拿什么跟我抗衡？现实，这就是他说的现实。我为了这个家放弃了一切，现在这些付出反而成了他抢走儿子的武器。宋文渊，这5年我辛苦顾家生养孩子，甚至连病都不敢生，到头来你竟然用我为家庭的付出反过来逼我放弃我的孩子，你怎么能这么狠心？浩浩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狠心？王小飞，是你逼我的。原本你和孩子可以安安稳稳的在那个大房子里过日子，是你自己不知好歹，一再针对倩倩。倩倩命运坎坷，前一段婚姻屡屡受挫，受尽伤害，身心承受了诸多苦难。她满心伤痛，不过是想找我寻找一点慰藉。你呢？你却一再刺痛她的伤疤，加重她的难过与委屈。拿过往伤痛说事，刻意针对她。陈倩，你演戏的本事真是炉火纯青，把我没说过的话、没做过的事，全变成了博取同情的筹码。怎么哑巴了？被我说中痛处了？王小飞，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心肠这么不善？随你怎么想，陈倩说什么你就信什么。那我也没必要跟一个不辨是非、盲目轻信的人浪费口舌。不管你怎么说，我是绝不会放弃我的儿子。你想抢走他，我绝对不会妥协退让。现在立刻离开我家，法庭上见。法庭见？王小飞，你连日常开销都难以维持，拿什么跟我抗衡？好，我等着你，到时候官司落败，是孩子抚养权，全别后悔莫及，低头再来找我。李律师，这是我全部的积蓄，我只有这些了，我一定要争取回浩浩的抚养权。王女士，我仔细听完了你的叙述，也核对了全部证据。我必须实话实说，你目前的诉讼处境非常不利。根据我法典规定，抚养权判决有一套刚性原则，不满2周岁的，原则上归母亲抚养。我照顾了浩浩5年，每一天每一夜，难道这些真心付出都不算数吗？现在想打赢官司，需要的是当下的综合保障能力。王小飞，现实的落差往往比想象中更加残酷。
王女士，咱们面对现实吧。浩浩今年5岁，法院在判决抚养权的时候，会进行全方位的综合比对评估。第一，对方有高薪稳定工作，名下有房有车，整体经济基础远比你优越。第二，你目前暂无工作，没有稳定收入，也没有固定住所。在法院综合评判中，现阶段的你很难给孩子提供独立的居住成长空间。最致命的问题是，你手里的朋友圈截图和留宿录音只能证明宋文渊与陈倩关系往来亲密，仅属于个人道德层面的瑕疵问题，无法作为有效胜诉证据。他们无法证实对方存在实质性过错，也不足以判定对方不适宜抚养孩子。法律讲究完整的证据链，而非个人委屈。以目前情况来看，你本次一审胜诉的概率微乎其微。那我该怎么办？李律师，难道我真的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带走我的孩子吗？李律师，求求你帮帮我！浩浩是我的全部寄托，没有他我真的撑不下去。就算只有1%的希望，就算要我付出全部代价，我也要试试。只要能留在浩浩身边，让我做什么都行。好，既然你有这份决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你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浩浩，妈妈明天带你去见一位法官叔叔，他会问你平时最喜欢跟谁一起玩，最想跟谁在一起。浩浩，到时候你一定要实话实说，好不好？我知道，我喜欢跟妈妈在一起，我要永远都不跟妈妈分开。为了浩浩，无论前路多难，我都会一往无前，绝不退缩。法官大人，这是被告名下的房产证明，这是近1年的银行流水记录，以及公司开具的年度优秀员工证明。事实清晰明确，王小飞5年未有工作收入，无稳定经济来源，无法保障个人基础生活与相关权益，又如何能够保障未成年人的稳定成长与基本生活？不仅如此，王小飞情绪状态不够稳定，曾多次在公共场合与第三人发生言语争执，存在情绪波动风险的监护人，并不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法官大人，刚才对方律师口口声声提到抚养能力，难道照顾孩子的唯一标准就是存折上的数字吗？这是原告王小飞5年来的全部生活，从孩子第一次翻身到第一次开口叫妈妈，从每一个发烧的深夜到每一次幼儿园的接送，王小飞用心守护孩子成长，全程陪伴孩子长大，是孩子成长路上最贴心的守护者。反观被告宋文晕，5年来缺席了孩子几乎所有的成长瞬间。孩子需要的不是冰冷的物质条件，而是朝夕相伴、真实温暖的亲情守护。法官大人请注意，为孩子提供成长环境看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这些照片只能证明王小飞曾经照顾过孩子，但不能证明他现在有能力给孩子提供最基础的物质保障。至于所谓的陪伴时间，被告完全可以在今后的生活中通过雇佣专人照料、调整作息来弥补陪伴缺口。最重要的一点，第三人陈倩女士性格温柔和善，真心喜爱宋浩，且愿意协助被告共同抚养孩子，为孩子提供物质与情感双重安稳的成长环境。法官大人，我承认，作为项目组长，我最近陪伴孩子的时间确实少了一点。但这就是现实，我所有的忙碌都是为了这个家。我是孩子的父亲，我肯定是爱我儿子的。我可以给他提供全市最好的私立教育、最顶级的医疗资源和优渥的生活环境，而这些，王小飞给不了。我请求法官，为了孩子的未来，将抚养权判给我。法官大人，请允许我补充一句，我真的很喜欢浩浩，甚至愿意为他放弃自己的社交。我一定会把他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对待。我和文渊已经商量好了，拿到抚养权后，我们就尽快组建家庭。我们会搬进更大的学区房，我们会给浩浩一个最温暖、最完整的长环境。组建家庭，温暖环境，这2人踩着我的血泪，竟然敢在法庭上大谈温暖。浩浩，别怕，法官阿姨问你，你最喜欢跟谁在一起？我要跟妈妈，我不要跟别人走，妈妈别丢下我。
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告王小飞无固定工作、稳定收入及住所，暂不具备独立抚养未成年人的经济能力。反观被告宋文渊，具备稳定的经济来源、固定住所及良好的社会资源，能够为未成年人提供更优质的生活、教育及医疗条件。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存在不适合抚养子女的状况。诉上判决如下：婚争子宋浩由被告宋文渊抚养，原告王晓峰每月支付抚养费3000元，每月可探视孩子1次，探视时间由被告宋文渊安排。驳回原告王小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没工作，没房子，所以我连当妈妈的资格都没了吗？妈妈，你怎么了？妈妈，你不要哭，好好听话。对不起，妈妈没有。按照判决，孩子现在先跟我回去。你以后想看孩子，提前跟我预约，不要私自出现在孩子面前，这是为了浩浩好。文渊，别在雨里待着了，我们带浩浩去吃他最爱吃的草莓蛋糕吧。那家店我早就订好位子了。把孩子还给我！王小飞，法院已经判决了，你这样只会吓到孩子。保持你最后的尊严。我有个朋友开了家新媒体公司，正在急招文案编辑。虽然工资不算顶尖，但胜在时间灵活，方便你以后照顾浩浩。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他知道你的能力。你明天下午3点准时过去面试。林姐，真的太谢谢你了，我以为我再也站不起来了。小飞，别说傻话，你当年的策划能力在圈里是拔尖的，你那么有才华，肯定没问题。收拾一下，别让生活把你那身傲骨给磨平了，加油！王小飞，站起来！为了浩浩，必须站起来，把属于我们的一切都拿回来。浩浩，再等等妈妈。每次见面都删除得干干净净。宋文渊，你到底有多怕被抓住把柄？跟踪没有用，常规手段抓不到你的狐狸尾巴，那就更换思路，另寻合法突破口。性格不合，和平分手。马明远这种在商界杀伐果断，被称为地产铁燕的男人，会为了区区性格不合，就随手扔出1000万的江景房和300万现金。小飞，你不懂，倩倩当年离婚的时候有多可怜，马明远那个冷血痛根本不把她当人看。要不是我整夜的守着她，开导她，她早就撑不下去了。原来这才是那根刺。你以为你是救他于水火的英雄，却不知道这正是他拿捏你20年的铁锁。这种天价补偿，怎么看都像是封口费。陈倩当年的婚姻，绝不像她表演出来的那么凄惨。她嫁给马明远，恐怕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明码标价的掠夺。马明远肯定也有他的苦衷。既然大家都是被陈倩算计过的受害者，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马明远，既然你也是那个被蒙在鼓里的冤大头，那我们就聊聊陈倩的真面目。女士，我说了多少遍了，这里是私人官邸，没有预约谁都进不去。我找锦绣地产马先生，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关于陈倩。又是找马董谈陈小姐的，这种借口我一天听800遍，赶紧走。只要他不出来，我就一直等到明天。马明远，你是谁？为什么拦我的车？马先生您好，我叫王小飞，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是关于陈倩的。上车说。
我和陈倩已经离婚3年了，我对陈倩的事情没兴趣。你有什么话最好长话短说。马先生，我知道你不想提起陈倩，但陈倩她不仅伤害了我，也关系到你的尊严。你难道不好奇当年陈倩为什么会突然跟你离婚吗？陈倩对外宣称是和平分手，拿走了你1000万的房产和300万现金，但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太蹊跷了吗？王小飞，你什么意思？把话说清楚。马先生，您以为3年前是和平分手，可事实是，陈倩从踏进马家大门那一刻起，就是一场明码标价的掠夺。陈倩当年嫁给你，根本不是因为感情，在你和陈倩婚姻存续期间，陈倩就已经和宋文约纠缠不清。陈倩利用你的信任，拿走了你那1000万的江景房和300万现金，而现在，陈倩正挥霍着从你身上得来的一切，疯狂地破坏我的家庭，甚至想把我的亲生儿子也一并抢走。马先生，我和你一样，都是陈倩这件事的受害者。我有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我们需要联手。我需要一笔启动资金，用来委托最专业的调查机构进行合法取证。第一，我要收集陈倩和宋文渊婚内出轨、非法同居的铁证。第二，我要深挖宋文渊在建筑公司任职期间所有的违规行为。事成之后，你可以凭借这些实锤证据提起诉讼，追回那套江景房和300万不当得利，维护你身为男人的尊严和合法权益。而我要凭这些证据让对方彻底丧失抚养资格，夺回我的儿子。这是双赢，马先生。好，我答应你。我不仅要一个真相，更要他为当年的贪婪付出代价。我先给你转20万，这笔钱用来雇佣取证，如果后续不够，随时跟我说。我认识一家靠谱的调查机构，负责人叫张强，我把联系方式发给你。张强做事严谨，最重要的是，张强拿到的每一份证据都会在法律红线之内，确保法院绝对采纳。希望你能成功，别让我的钱打水漂，早日夺回宋浩。浩浩，等着妈妈，妈妈手里现在有底气了，妈妈一定会把那些伤害你的人逐一追究责任，讨回公道。王女士，马先生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能彻底查实两人问题，固定完整事实的映射实证。既然要做，就要做绝。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给你制定了2套并行的调查计划。第一，是宋文渊的职业前途。宋文渊担任项目部组长期间，正是锦绣地产项目资金流最庞大的时候。我会派人渗透进宋文渊所在的建筑公司，全面彻查宋文渊在职期间的所有账。只要宋文渊拿过1分钱回扣，或者挪用过1分钱公款，我就能固定完整证据，让他依规承担对应责任。第二，是宋文渊和陈倩的男女关系。这种女兄弟的幌子骗不了我，我的人会全天候盯死宋文渊和陈倩，所有的入住轨迹、共处记录以及亲密往来影像素材，我都会1分不差收集到位。王女士请放心，我这里出来的东西全部严格遵守法律红线，所有的视频、音频都会保留原始载体和物理编号，我会确保这些证据在法庭上是绝对合法、无法推翻的铁证。那就麻烦你了，张经理。不用客气，这是我的工作。王女士回去等消息吧，有任何进展，我都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王小婷，你又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别想在我这儿耍什么花样。抚养权的事情，法院已经判得清清楚楚了。你要是识相，就赶紧把抚养费准备好。法律怎么判，你就得怎么执行。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只是想浩浩了，我想看看他。我向你保证，我看完就走，我绝对不会带走他，更不会打扰你们现在的正常生活，行吗？好吧，看在你还算老实的份上，明天下午3点你到家里来，记住，你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看完立刻给我走人。好，谢谢你。傲慢终会让人付出代价，这半个小时就是我查清事实、还原真相的全新开始。哟，稀客啊，怎么在外面过不下去了？浩浩呢？
在房间里玩呢。宋文渊发了话的，给你半个小时，时间到了赶紧走，别在这里碍眼，打扰我们一家人的清静。妈妈，终于来看看我了，我还要多想你啊，妈。妈妈也想你，浩浩，妈妈天天都在想你。告诉妈妈，最近在这里过得好不好？每天有没有好好吃饭？妈妈，浩浩过得不好，陈阿姨她从来不陪我玩，也不准我吵。爸爸每天都很晚才回来，他回来就只顾着和陈阿姨说话，根本不理浩浩。妈妈，我想跟你在一起。他们有人给浩浩讲故事吗？没人在乎我没有给浩浩讲故事，浩浩怕黑，经常睡不着，闭上眼就想妈妈。妈妈，你带浩浩走吧，浩浩想跟你回家。时间到了，王小飞，你该走了。浩浩乖，妈妈先走一步，你听妈妈话，妈妈很快就会来接你，相信妈妈，以后再也不会让浩浩受任何委屈了。妈妈不要走，妈走，带浩浩一起走。好了，浩浩别闹了，妈妈还有工作，下次再来看你。怎么样，看清楚了吗？浩浩跟着我们，过得比跟着你这穷酸亲妈好100倍，别白费心思了。识相的就赶紧签字，彻底从文渊的生活里消失。宋文渊、陈倩，你们让浩浩承受的所有委屈与伤痛，我必定100倍讨回，一一清算。王女士，好消息，收网了。我们挖到了宋文渊的重磅证据，多名曾被他打压的同事签署了举报信。宋文渊在担任项目部组长期间，利用审批权多次违规收供应商巨额款项，累计金额高达270。完整的银行流水、转账记录，还有那些供应商的认罪口供，我们全都拿到了，证据确凿，铁证如山。宋文渊这辈子都别想再翻身。太好了，终于抓到他的把柄了。还没完，我们还查到了宋文渊和陈倩在全市5家不同酒店的入住记录，以及他们在城南秘密租房同居的视频监控。这些实锤足以证明他们长期保持超出正常亲友的密切往来关系。张经理，真的太谢谢你了，你帮了我的大忙。分内的事，所有证据我已经加密脱门整理完毕，马上发到你的私人邮箱，请查收。270万，宋文渊，你为了给他最好的生活，还真是敢伸手啊！抛弃妻子，赶尽杀绝。宋文渊，你以为你赢了？现在该轮到你把欠我们母子的一寸一寸吐出来。蛀虫，简直是公司的耻辱！宋文渊，念在你在公司多年，我们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但3天之内，你必须全额退还这270万违规所得，然后立刻引咎辞职，离开公司。没事，只是暂时失业。陈倩手里有1000万房产，还有马明远赔她的300万现金，只要陈倩在，我随时都能东山再起。小飞以为这样就能整死我，天真。等我找陈倩周转一下，换个公司，我依旧是那个风光的宋文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倩倩，我出事了，我被辞退了。公司查到了那些回扣，王主任让我3天内必须全额退还。倩倩，我现在不仅身无分文，还欠了270万的债。什么？你失业了，还欠了270万？你是不是疯了？这种事情你怎么敢做？270万，你这是要把天捅破吗？我也不想的，肯定是有人在背后针对我，不然公司怎么会突然查得这么死？倩倩，我现在只有你了，你手里有1000万的房产，还有马明远给的300万，你先帮我把这个窟窿补上，等我换个地方重新开始，我一定拼命赚钱，加倍还给你。帮你还钱？凭什么？我凭什么拿自己的命钱给你还债？你搞清楚，我的钱是我自己的，那是我离婚受了多少罪才换回来的。你现在没工作、没存款、没前途，就是一个背着巨债的废物。难道你指望我倒贴钱养你一辈子吗？倩倩，你怎么能这么说？不是说好了吗？等我离了婚，等一切安稳了，我们就去领证，我们就去结婚。你亲口说过永远跟我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分开。
结婚？宋文渊，你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现在的德行，拿什么跟我结婚？现在的你连自己都养不活，连那个270万的窟窿都堵不上，一个负债累累的失业游民还想让我嫁给你，让我跟着你去吃路边摊住地下室？做梦吧，宋文轩！我告诉你，我这辈子只过好日子，我可不想跟着你一起吃苦。你自己捅出来的烂腿子，你自己收拾。没事，他只是一时生气，270万确实太多了，他吓坏了。等他消了气，等他冷静下来，一定会回来的。他那么爱我，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倩倩，你终于回来了，我等了你整整1个晚上。倩倩，这是你最爱吃的那家草莓蛋糕，我排了好小久的队才买到的。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好吗？只要我们心在一起，270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宋文渊，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也不看看都什么时候了，你居然还有心思买蛋糕？你现在连饭都快吃不上了，兜里比脸都干净，居然还把钱浪费在这些没用的东西上。倩倩，我只是想跟你好好谈谈。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我只有你了。谈什么？谈你那270万的债，还是谈你丢掉的工作？我告诉你，没什么好谈的。从今天起，你那些烂事你自己解决，别再拿着这些破事来烦我，我不是你的救世主。宋文渊，那个收了270万回扣被通报全行业的项目组长。我可以降薪，只要给我一个机会。宋文渊这个名字在建筑界已经烂透了，没报警抓你已经是前公司仁慈，滚！老王，我是文渊，你看能不能借我5万周转一下？我过2天。张子，咱们以前合作过那么多次，我这真遇到难关了。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倩倩，你又出去，浩浩还没吃饭。吃饭你自己去做啊，宋文渊。看看你现在这副烂泥扶不上墙的德行，整天在家抽烟喝酒，跟个废物有什么区别？我可不想在这种猪圈里待着，我的圈子里全是大老板，谁像你一样连份工作都找不着？宋文渊，你到底在做什么？你看看自己现在这副鬼样子，整天缩在家里喝酒，跟个只会制造垃圾的废物有什么区别？赶紧滚出去找工作赚钱！你欠的那一屁股债，难道指望我去还？我可不想在最好的年纪养着你这样一个只会伸手要饭的闲人。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就是个废物。我是废物？那当年你为什么还要没完没了的缠着我？为什么还要处心积虑的挑拨我和王小飞离婚？为什么要给我发那些照片？为什么要发那些录音？如果你觉得我是废物，当初为什么要亲手毁掉我的家庭？我缠着你，宋文渊，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我当初之所以愿意陪你演那些温情戏，不过是因为当年的你有稳定的高薪工作，有体面的大房子，有能让我过上优渥生活的资本。现在的你呢？失业负债，一身酒臭，连饭都快吃不上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失败者，凭什么让我继续跟着你受苦？我的脸可不是用来跟着你丢的。这么说，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爱？宋文渊，你是不是酒精把脑子烧坏了？居然还在跟我谈爱！我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有哪怕1秒钟爱过你。你知不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当年我的初恋跟我分手，我一直耿耿于怀。宋文渊，要不是你当年私下插手了我和初恋的事儿，导致了我们分手，我这辈子最恨的人就是你。看着你婚后家庭美满，事业顺累，我就满心嫉妒，嫉妒的发疯。我凭什么要看你幸福？我缠着你，故意发那些朋友圈挑唆你和王小飞离婚，从来不是因为爱你，我只是单纯的想要报复你。我就是见不得你过得好，我就是要把你的世界彻底毁掉。你记恨了这么多年，为了这个，你处心积虑毁了我的家。可惜陈倩，你从一开始就记错了所有事。你所谓的复仇，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笑话。当年你的初恋根本不是我逼走的，是他主动爱上了别人，可他又怕你纠缠闹事，怕你毁了他的前途，影响学业。他求我帮忙演一场恶人戏，
假装是我逼走了他，好让你死心。我从来没有刻意拆散过你们。不可能！你骗我！你是为了报复我才编出这种鬼话！你骗我！我没有骗你，你这种人不值得我再编任何谎言。他现在就在上海，已经结婚生子了，过得很幸福。如果不信陈倩，你大可以亲自去问他，问问他当年是怎么嫌弃你，怎么求我带他走的。误会，竟然只是个误会。我为了一个误会，毁了自己，也毁了所有人。我真是天底下最蠢的人！我放着温柔顾家、真心待我的妻子不要，我放着安稳美满的家庭不要，我偏偏被你这个满心算计、满腹怨恨的人蒙蔽了双眼。陈倩，你根本没有心！为了你，我亲手赶走了我老婆，我还一时糊涂伤害了我的亲生儿子。宋文言，你真是瞎了眼，你真是糊涂至极呀！陈倩，你满心算计，满口虚言。我为了你这场虚假的纠葛，亲手拆掉了自己的家，我逼走了真心爱我的妻子，也辜负了我的亲儿子。你所做的一切，竟然只是为了报复我！怪我吗？宋文渊，是你自己蠢，是你自己把控不住本心，稍微贪恋温柔就迷失自我。哪怕没有我，你也守不住那个家，因为你骨子里就是自私懦弱。你拿，你尽管拿走，反正我已经一无所有了。宋文渊，这辈子别再让我看见你，看着你就让我反胃。小飞，我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开庭。法官大人，这是被告宋文渊与他人外出入住备案记录，以及城南隐秘居所共同生活的监控截图。事实证明，宋文渊在婚姻存续期间长期违背婚姻忠诚底线，更严重的是，其在职期间利用职务违规牟利，涉及大额资金往来，已被任职公司正式开除。一个丧失职业底线、品行不端的男人，根本无法给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是邻居拍摄的监控，在宋文渊监护期间，孩子每天只能自己煮白粥，衣着脏乱，体重在短短3个月内下降了5斤。我亲眼看见大半夜的家里黑灯瞎火，孩子就在阳台上哭着喊妈妈，家里的大人进门只顾着打理自己，根本不管孩子，不给孩子饭吃。浩浩以前很开朗的，可最近半年他身上总有异味，明显是长期缺少家人细心照料。传未成年人宋浩出庭。浩浩，别怕。浩浩，法官阿姨问你，你心里最想跟谁在一起？我想跟妈妈在一起，跟妈妈在一起，浩浩才能吃到热饭；跟妈妈在一起，浩浩才开心。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被宋文渊在婚姻存续期间与他人存在不正当关系，且因职务违规被单位开除，品行不端。其同居女友陈倩在监护期间严重疏于照顾未成年人，不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反观原审原告王小飞，现已找到稳定工作，有固定收入及住所，且多年来长期陪伴照顾孩子，与孩子感情深厚。综合考量双方抚养能力、条件及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之原则，本院判决如下：撤销原审判决。婚生子宋好的抚养权变并为王小飞所有，宋文每月支付抚养费3000元，直至孩子年满18周岁。宋文嫣享有探视权，探视时间由双方协商确定。休庭。妈妈，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浩浩，妈妈带你回家。那是我的房子，妈咪也不能这么绝情。干不干了？不想干了，不想干就趁早走人，磨磨蹭蹭的。
家吃红烧肉吗？好，妈妈给浩浩做最爱吃的。妈妈，我回来啦！今天在学校怎么样？看你这一头汗。妈妈，今天放学的时候，有同学问我怎么从来没见过我爸爸。那你是怎么回答的？我说我爸爸工作很忙，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告诉他们，虽然爸爸不在身边，但我有全世界最好的妈妈。我现在很幸福，真的。够了，这就足够了。那些不堪的纠葛，那些伤人的过往，我会永远烂在心底。我不希望那些大人的恩怨成为浩浩成长路上的枷锁。